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我们已经迈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了。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会有新的风水布局啦。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想教大家如何利用风水的方式来帮助你们提升公司的销售额。那这个视频呢，是适合那一些在创业，或者你有自己的公司，甚至你是一个自由工作者，你有自己的一些小生意的话，都非常适合你观看啦。那大家记得要看到视频的最后，因为呢，我会教大家一个方式是其他风水老师呢都不太会建议用的一个方式啦。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打工族的话，我也有拍摄了另外一个视频，教导你们如何提升你们在公司的一个事业运啦。那大家记得点击那个去看。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公司如果要提高它的销售额，也就是 sales 的话，我们到底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这里呢，就按照我一些个人的了解为大家总结了这好几个步骤。那我相信各位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板所以也对这些呢会非常的熟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提高公司的一个曝光率，别人知道你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你们公司在卖什么，你提供的一个价值是什么。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认知到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的一个存在的话，他又如何跟你购买呢？对不对？所以呢，提高销售，第一点，你一定呢要先提高你的一个曝光率，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个东西可以去提供给别人啦。那在风水方面的话，我们呢是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帮助你增加公司的一个曝光率。那在今年2025年的话，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东边。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流年的飞星就是那个风水布局的话，东边呢是我们的九紫星。那这个星是非常好去提升你们公司的一个形象，你们公司的一个营销，你们家的东边，或者呢办公室的东边，你们去看那个位置是在哪里。那大家要找这个方位的话，比较容易简单的方式就是去到你家的正中心，或者呢办公室的正中心，拿出你们的指南针，然后看东边是在哪里。那它可能呢是你们一个员工的位置，也有可能是一些会议室。那你们看那个位置在哪里，那你呢就可以把进行那些营销或者在拍短视频在进行一些宣传活动的相关人员把他们呢放到去那一边进行开会，进行讨论。或者呢，如果你有请一些网红的话，如果那个位置是方便他们去拍摄视频的话，你也可以呢让他们在那边拍摄视频啦。那如果你的公司好像有进行一些直播现场互动的一些交流的话，也是可以把他们呢安排在那一个位置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啦。那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的话，你也是可以呢让自己在那一个位置去思考一下，你要怎样宣传自己宣传自己的产品你要怎样拍摄一些视频让别人看到你啦。就举例子的话，如果是我本身，我可能呢就可以把我自己呢放在那一边去拍摄现在这个视频啦，因为别人呢就会特别的容易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启动，去引用这个流年飞星的一个能量来帮助我们。那这个位置呢，大家需要留意的是，我们2025年的三煞位呢也是在东边，所以呢，其实它是不太适合进行长期的一个计划。
你可以做的是让你的员工或者你自己本身比较短暂的坐在那一边去进行一些工作的事宜，但是呢，我就不会建议他们坐在那一边呢太久。我会觉得呢，你们有会议，你们需要拍视频的时候，你才把他们呢安排在那边那另外如果那个位置真的没有办法被你们利用，没有办法去那边好像拍视频或者开会议的话，你们最低限度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在那边OK， 那这个呢是最后的一个方式，我会比较建议呢用人放在那一边那你们会比较容易见到那个效果啦。那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才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在那边好，这是第一个提高销售额的方式。那第二个呢，相信大家在跟一些潜在的客户进行交谈交流或者进行一个销售的时候，那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就是要如何成交，对吧？那我相信各位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说你可能谈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客户呢最后一个关口他跟你说我不要了，这个就是你会有一些成交上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要用风水来帮助你们提高这个成交率的话，今年呢你们要用的位置就是在西南方。那另外这个成交呢，它其实也代表，如果你要收回一些旧账，可能去年你的客户欠下的一些赊账还没有收回来，导致公司出现一些现金流的问题的话，你呢也是可以用这个西南方位来帮助你自己啦。那这个位置到底要怎么做呢？有两种。第一个呢，你是可以把你公司的那个销售人员，如果你们公司是需要通过电话去成交，通过网络视讯、网络会议去成交的话，你呢是可以把他们安排在那个位置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动作。这个位置呢，在今年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位置啦。所以呢，如果你们要安排他们在坐在那边1年的话，是可以的。OK， 大家记得只是1年，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啦，只是1年。那如果你不想做这样子太大的一个座位上的变动的话，你可以呢在那边放一个盐灯，或者呢放真实的一个火在那边。那这个真实的火是什么就好像蜡烛香薰蜡烛一些油灯这些都可以放在那边那如果是一个办公室的设定的话，你放一个真实的火在那边会比较奇怪了。那所以呢，我就说可以放一个盐灯，或者呢，真的不要这么明显的话，我也可以接受放一盏灯在那边。好像那些比较小型的灯那种座灯是可以放在那边，然后呢要长期24小时都开着，放在你们的办公室或者你们住家西南的那一个方位。因为这个方位呢算是一个财位，那如果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启动，我们用人去那边启动，或者呢你放一个灯一个火在那边启动的话，它会帮助你们公司的一个成交率还有现金流啦。那如果你们需要更准确的更有效的一个启动的话，其实呢你们要搭配一些日期还有时间那如果你们自身懂得怎么择日，怎样挑选时间的话，你们也可以挑一个好的日子、好的时间来放这个灯或者这个火在那个位置。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直接放就好了。OK， 好，这是第二个方式。那第三个方式我会说你们要看公司的销售人员的那个素质，他们的一个技能到底有没有匹配，
有没有符合你们公司的一些要求啦。很多人很少去观察自己的这些销售人员，他们是否会进行销售。如果你请来的这些人，你只是把这个工作的内容交给他们，然后你不去理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能力帮你成交的话，那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啦。所以呢，如果你们公司有一些培训课程，可以让这些销售人员去报读或者去进行提升的话，那你们公司的销售额也是可以得到提升的。那我们要怎么去用风水的方式来帮助这件事情呢？那在今年我们有2个位置是适合来做这个员工的培训。那首先呢，是第一个是西部的那个方位，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我们今年的文昌位。所以呢，如果你要让你的这些销售人员变得更加的聪明，他们更加懂得如何用一些技巧来成交的话，你呢可以安排他们在那个位置进行一个短期的培训班，或者呢你有邀请一些外部的培训人员来教导他们如何变得更好。另外一个位置是我们今年的北部。那北部呢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口才的位置。那普遍上呢，很多的风水老师会跟你说，这个位置是争执，会产生很多不和，会吵架。但是呢，在现代的一个用法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口才培训的一个能量。所以呢，如果你要让你的公司的员工他们口才变得更好，他们出去跟客户交流如何跟客户建立更良好的一个关系那北部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啦。你们可以挑选西部或者北部。那西部呢会比较偏向于学习，他们呢的那个学习的能力会变得比较好，他们呢人缘也会比较好。但是呢，北部是真的实际去练他们的一个口才，或者呢去练他们在面对镜头在拍视频他们呢都会比较的有自信，比较的勇敢，他们不会太过好像害羞然后不懂要讲什么这样子啦。所以呢，你们就可以决定要放你们的员工或者你自己本身。那因为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的话，你就是要放你自己本身在那个位置去进行学习或者进行一些技能的提升啦。好，那第4个方式其实呢是有关于你们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提升。那为什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公司的那个销售额一直不能上去，有些时候也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产品可能呢就没有这么的好，就是说在市场上别人呢会觉得你的竞争对手的产品还有服务呢比你好，所以那么他们呢就不挑选你的产品。那你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利用今年的这个东南的这个方位去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一个提升。那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做什么东西呢？你可以去思考你们产品你们的定位在哪里，可以做一些市场研究然后看自己的产品是否匹配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样子啦。自己的产品是有什么瑕疵吗？是否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吗？还是呢要把它们淘汰掉，然后设计一个全新的产品？这个东南方呢还有一个用途，其实就是来聘请最好的一个员工。那我相信聘请员工是每一个老板都会有的一个困扰，因为在这个年代很多人呢都不想打
工，我要自己出来创业或者干自己的一番事业。因为我们现在在9运嘛，所以每个人呢都会想自己做老板，而不太想去打工啦。那如果你是老板的话，这就要去想我们要怎样去找到剩余这些愿意打工的人啊，最好的一个人才呢来到我们这个公司帮助我们。那我们要用的一个方位啊，也是一样的，是东南方。那你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呢，你可以去发一些招聘的广告，或者你要发一些电邮啊，都可以。你只要把你自己呢放在那个位置去发这些讯息就可以了。那我不会建议呢你们去利用太多的一些风水引动的方式去引动它，因为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的三煞位，还有我们的太岁位啦。所以啊，我觉得比较好的利用的方式就是把你自己 ，OK， 或者你们可能公司的人事部就是 HR department， 你可以把他们呢暂时放在那边，让他们去放那个招聘广告。那过后呢，他们又坐回去自己的位置了。那最后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很多风水老师啊都不会教你们的。但是呢，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非常愿意冒险的创业家，你呢是一个想在今年啊打垮你的竞争对手，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的话，那你要尝试利用这个方式啦。那这个方式呢，就是把你自己放在东北的方位。如果你们有听我们很多老师分析的流年飞星这个风水的话，都会跟你说啊，东北的位置是最糟糕的一个位置。他们都会叫你啊，不要去那边动那个气啊，不要去进行装修啊，不要打钉啊这些。那我自己本身啊，其实也是这么教我的学生，因为我有启动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也是教大家不要去用这个位置，不要动到这个位置。但是如果你现在感觉我要扩大我公司的一个市场份额，我今年就是要跟别人拼过，那你愿意去承担任何的一些风险的话，那其实啊，你反而要坐在这个东北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我先要提醒警告大家，这个位置啊，它的一个效力，你的结果可能会有2个。第一个，你打垮别人；第二个是别人打垮你。OK， 所以呢，这个的结果是你要可以愿意承担那个后果。因为啊，我们在东北的这个位置，如果大家有理解的话，其实是我们的五黄位。五黄呢，我们有一句话，这就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那这个位置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力。那所以啊，如果你今年啊，你要做一种主动出击的话，你呢就要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啊，去做你工作上的一些事宜。可能呢，你可以进行一些思考啊，进行一些安排啊。那我先要提醒你们坐在这个位置的话，肯定呢会招来很多的问题需要你们去解决。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你的公司要进行突破，你的公司要扩大的话，是否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配套来的。当你可以成功去克服这些挑战，当你可以成功去战胜这些问题，去解决它们的时候，其实啊，也代表你呢已经扩大你公司的一个能力，你公司的一个潜能啦。这是啊，每一个创业或者老板，如果你们要去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话，都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因为啊，没有一个公司呢是可以稳稳的、非常保守的，然后还可以把他们的公司啊扩大的。
你们要扩大的时候，肯定呢是要冒一些风险的。只是呢，你们要判断那个风险啊，是你们公司可以承担的吗？你自己可以承担的吗？你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些问题了？那所以呢，这个位置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法。你们呢就把自己放在这里，去提升你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你们公司解决问题，或者呢解决你们客户问题的一个能力。当你们成功做到的时候，那你们啊就会成为王啦。OK。好，那以上呢就是5个啊，我们要如何用风水的方式来提升你们公司的销售额。那无论你用哪一个方式，或者呢你们5个都一起用的话，都可以。如果在1年里面有任何的成效的话，记得回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啦。好，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尤其是那些在创业或者有自己生意的那些人啦。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